哎，大家好。虽然现在已经是临近黄昏时分了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出来骑一下车。原因呢，就是白天啊，上海完全进入到一个盛夏的天气啊，36、7度的高温，出了大太阳啊，这种天气出来骑行呢，肯定是跟自己过不去啊。所以一直等到了现在4点半左右。根据天气预报呢，今天5点钟应该是要下雨的，据说有雷阵雨啊。因为2天的高温出太阳的天气啊，完全不像梅雨季节应该有的天气，所以呢，可能就会有几天的雷暴雨天气来刷洗一下连日的高温。但是呢，看到外面天色阴了下来，想到气温呢应该有所回落啊，其实并没有回落多少。刚刚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，居然还是35度，而且呢，天气阴了下来啊，说5点钟有下雨，会不会淋雨呢？也不好说啊。但是呢，还是打算冒点小小的风险出来骑行一下啊，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啊，未来的好多天，天天又是下雨的天气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春生路上啊。骑在这样熟悉的马路上啊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呢，差不多就要来到了莲花南路了啊。刚刚呢，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些小学生制服的孩子骑着共享单车赶回家，看来小学还没放假啊。其实今年的2个重头戏啊，一个是高考，6月7、8、9 3天，然后呢，前段时间的中考啊，就是初中考高中的2座大山呢，应该都已经翻了过去了，应该呢是进入到一个快乐的暑假的时间段了。但是呢，小孩子居然还在上学。现在呢，左转到莲花南路啊，进入梅龙镇地区。今年呢，我的亲朋好友里面啊，好像没有小孩高考的，所以呢也少了很多的事。对往年呢都是啊，对考得好的孩子呢，都要表达一番祝贺，亲近的关系呢还要发些红包。对那些万一考得不理想的孩子，尤其对他们的家长呢，还要找些词语啊来进行一些安慰，对孩子呢进行一些鼓励。总之呢，高考也有人情在啊。今年呢，周围没有这样的参加高考的孩子啊，所以确实省了很多事。倒是有不少的亲朋好友的孩子啊，都迎来了大学或者研究生的毕业，包括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也是一样啊。今年呢，去参加了我大孩子的研究生毕业典礼，重温了一下自己当年毕业时的那种感动啊。其实当年自己一直读到博士啊，经历的毕业典礼也不在少数啊，但是好像并没有那么的激动，只是觉得完成了
一项任务而已啊。我相信我的孩子应该也是同样的心理吧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对于有孩子的家长啊，每当看到孩子的进步，尤其是完成学业啊，那肯定是无比的高兴啊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传统国家啊，千百年来读书、走仕途、做官，你可以说做官为民，但更多人内心可能是做官发财啊。就这种的思维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啊。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集中、权力比钱要紧的这么一个国家啊，很多人呢都希望在这个体系里面占有一席之地，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公务员。但是你要成为公务员很不容易啊。第一，你要有高学历，那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考到级别比较高的大学，你才有考公务员的门槛。所以呢，每年的高考啊，简直就是千军万马杀过独木桥那样啊，这种厮杀、这种激烈的这种状态啊，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。但其实呢，虽然是高考啊，成绩定胜负，但是其实呢，中考就已经决定了一个学生的一个命运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中考的意义所在呢，就是让那些成绩不佳的学生被排除在高考之外啊。所以你剩下的路呢，只能是一些低级的学校，比方说中专、职业学校等等啊。所以每年高考后的中考呢，也是大家必死要去争取的一个重要的考试。那你假如说有幸啊，从初中通过中考，过了中考分数线，进到了高中部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过了考试的门槛啊。那你只要维持在中游以上，那么相信呢，读大学的机会就非常大了啊。大家想要通过中考进到好的高中啊，那又要往前推，那就要小升初，就是小学到初中，其实也有一道门槛。你的成绩决定了你能够去到什么样的初中，好的初中、高的教学质量，就保证你呢就可以进到高中，进而呢考上大学，进而呢进到社会，找到工作，甚至呢很多人就可以去考他们梦寐以求的公务员。将来呢某一天手中拥有不大不小的权利啊，不但可以光耀门楣，更重要呢，说不定可以以权谋一些自己的私利啊。中国人观念大抵如此。一路骑着聊着呢，不知不觉当中啊，天色越加的阴沉下来啊，看来一场雨是跑不掉了。但是呢，我已经做好了背雨领的准备啊。
这段路呢都骑行过，现在还是在莲花南路上，向着霍敏路的方向骑行。但是呢，我在这边呢就要右拐到上中西路上啊，也就是呢梅龙城的所在地。前段时间呢还专门来过，这边有个花鸟市场，还去寻觅了一番啊。骑行到这边呢，其实是为了去寻访一个有名的中学。这个中学呢就在前方几公里处啊，它的名字呢非常上海，也非常高大上啊，它就叫上海中学。就跟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以当地的地名命名的学校呢，一般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。那这个上海中学呢，当然也不例外啊，是上海的一个知名的中学。说起这个上海中学呢，其实是有蛮悠久的历史啊。它已经是成立于100多年以前的1865年，是当时还是属于江苏省的这个上海地区啊，成立的一个官办的学校啊，应该也是西学东渐啊，受到这样的影响，创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。后来呢，几经历史的变迁啊，它的名字呢也更改了非常多次啊。因为在49年以前呢，上海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属于江苏省的，所以这个学校的名字呢，也变成了江苏省某某地方上海中学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中学。直到50年呢，才正式的将这个上海中学的校名呢保持到今天。但即便如此呢，这个学校的地址也曾发生过好多次的变化。原本呢是在上海的老城区，后来呢搬到了闵行，以前还是上海县的这个地方，后来呢又搬到别的地方啊，最终呢又搬了回来。但这几十年呢应该是没有变化，一直就在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，属于徐汇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梅龙镇啊，或者呢就在梅龙镇的边上。后来发现啊，左手马路对面的公园的名称很有意思，叫梅龙好人公园。梅龙还有坏人吗？现在呢，骑过红梅南路啊，就是中环这个立交桥这里，继续沿着上中西路呢向前骑行。
现在骑过凌云路。前方呢就是龙舟路啊，现在呢骑过龙舟路啊，在上中西路继续骑行一段。看来这个高架路的两边啊都是成熟的生活区啊。这边呢是梅龙11村，所以呢这边应该还是梅龙镇的辖区啊。现在呢又骑过一条叫天等路的马路啊，就老天等你的意思。我相信啊，这个高架路应该是中环高架啊。自从建了这个高架路呢，这边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，不但呢遮挡了很多阳光啊，更使这边马路边上的商业呢受到了很多影响。现在呢骑过老富民路啊，也就是说已经到了南站附近了。上海中学呢应该就在马路的左前方了啊，看看在哪个地方可以拐个弯到它的门口呢去打卡。
我的右手边呢已经是长桥五村了，附近呢有个长桥新村啊，就跟刚刚看到的梅龙新村一样，是一个大的社区。马路对面呢，我已经看到啊，上海中学游泳池边上呢是一个上海小学啊，应该是附属于这个高中的小学部。现在这条马路呢，就叫上中路了啊，不是刚才的上中西路了。我觉得这个马路应该就是从上海中学而来的，就像上一次我们去过一个地方叫医学院路，它就是第一医科大学门前那条路，所以叫医学院路啊。我相信就是这个意思。这边到了长桥一村，在我的马路对面呢，就是上海市上海中学啊，应该是它的正门。但是呢，我打算在前面的红绿灯掉头啊，顺路呢，在它的围墙这边走一段。而我的右手边呢，这个墙上有很多的宣传栏，上面有百年教育人文长桥啊，上中路教育一条街，大概就是很长的一个宣传长廊。突然我已经发现有一点点飘雨了啊。好，现在经过长桥路，今天天气预报很准啊，现在差不多快5点了。他说5点有雨啊，果然就已经飘起了雨来了。有时候不需要它那么准啊，它就偏偏那么准。前面呢就是龙川路啊，我在等一个红灯，结束以后呢就可以到马路对面了。好，现在呢行人道已经是绿灯了。我相信我现在面对的围墙里面啊，就是上海中学的校园了。这边呢也有上海幼儿园啊，前面也看到上海小学，可以说是教育一条龙。你看这个铁栅栏上面呢都有上海中学的 logo， 写着1865年啊，我说的没错，就是他当时办校的最初的时间。现在我眼前的呢，就是上海市上海中学，一个高大上的校门啊，但是呢，里边肯定是没法进去，我们在门口张望一下就好。硕大的校园啊，绿树成荫，像一个大公园。还有上海中学的国际部啊。右手边的这些铁栅栏啊，延续到前面，
里面呢有很多的教学楼，相信旧的新的应该都有吧。因为呢已经下起了雨来啊，所以呢我也就不做停留。而这边呢是上海小学啊，是1903年创办的一个小学，应该是附属于这个上海中学的一家小学啊，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气派啊，应该也是一个有名的小学。所以这边呢是一个著名的学区，附近的那些房子呢可以称得上学区房啊，可以说得上是教育一条街。学校啊，跟医院一样啊，都是需要上百年慢慢的累积，它才会有好的口碑，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信用，最终呢形成一些知名的品牌。边上还有一个中学啊，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。我现在呢从上中路啊左转到老富民路上去啊。刚刚呢到上海最老的中学之一啊，上海市上海中学门前去打了一次卡。现在呢又骑行在这条百年老路啊，老沪闵公路上，感觉时代变迁啊，物是人非。我当然没有在上海中学读过书啊，所以对于里面的教学质量等等呢，也只是有所耳闻。虽然呢学校还是这个学校，名字呢还是老的名字啊，但是经历了1个半世纪，这个学校是不是还是以前的初中，我相信啊谁也说不清楚了。毕竟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是在清朝的后期，还没到民国呢，相信不可能啊这些教育的理念跟现在完全一样。但是教育呢导人向善啊，授之以渔，希望这些受教育的人呢能够有改变社会的能力啊，将来呢能够为社会、为国家，当然也为了自己的家庭、家族做出贡献。这个呢应该是千年不变的教育的基本的原理啊。
一不小心呢，我就骑上了老户民路上的一座桥啊。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店铺河上的桥吧。这边呢也在大兴土木啊，将老的区域呢改变为一片新城。这里是朱梅路站15号线的地铁站啊，我从来没来过这里。虽然这条路上啊到处都在建设，也没有什么好的景观啊，但是没有骑行过的马路呢，多少还有些新鲜感。雨呢还在微微的飘，希望呢它下得慢一点啊，能够呢等到我骑到家里以后，才真正的下起大雨来。现在呢骑过朱梅路啊，相信呢前方的高架就是外环高架了。现在呢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啊，所以呢路上车水马龙啊。前方看到呢老户民路啊，要稍向右拐，然后接上华金路。我知道华新路呢是可以连通春生路的，所以应该这一路可以走得通。这一段呢还是老户民路啊，我感觉以前的老户民路应该就这么一个宽窄的样子。
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华金路上了啊。相信的前方应该是连到春盛路。哦，这已经春盛路了啊，就是那一段是华金路，这里呢开始春盛路了。幸好呢，雨还没有下下来啊，倒是吹起了一阵阵的凉风，让骑行呢变得稍稍的舒服了一些。这边呢，又一个居民新村，叫蔷薇家园、蔷薇新村。一看呢，都是一片老的住宅社区啊。再一次骑过红梅南路上的中环高架。一个人骑行呢，有时候会有些无聊啊，所以呢，经常会去逛一逛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，然后呢，也跟大家聊聊啊自己的一些感受。有些呢，可能是跟个人有关的一些事情啊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不妨听一听；没有兴趣的人呢，就
就可以跳过这一段啊。上海中学呢，虽然跟我是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它跟我家里头一位亲戚呢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时50年代，我父亲的一位表兄，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书读得非常好。当时呢，就从复旦大学啊，就现在叫985大学物理系毕业。别人呢都选择到大学或者研究所工作啊，唯独这位老伯呢，他一直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他就依然选择了到上海中学担任一位普通的老师，教物理。原本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啊，谁知呢阴差阳错，最终呢就在他自己选择的上海中学啊，因为发表了一些当年来说啊可能过激的言论，结果呢被打成了右派啊，还剥夺了教职，并且呢一家人被赶到了江西下放啊，从此呢就一直待在江西，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啊，才有机会通过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。那个时候呢，早已青春已逝啊，理想磨灭，剩下的只有几声长叹啊。即便在他的晚年回忆不堪往事啊，还是胸中充满着怨愤，因为毁掉的不是他自己的人生，还有他的孩子啊，不得不在远离上海大城市江西的一处穷乡僻壤成长，而他的孩子也会因为在当地受的教育啊，又影响到他的孙子辈啊，所以一家3代正是因为和上海中学这所知名的学府的渊源，结果呢被耽误了3代人。像这种悲剧啊，我相信还有很多啊。所以呢，教育机构也不见得就是一个读书育人啊、导人向善的地方，一样呢会有很多令人唏嘘的往事。希望这样的悲剧呢永远不要重临啊，悲剧再也不要发生。现在呢，我又骑过莲花南路啊。今天出来的时候呢，就走着莲花南路。好了，已经离家不远了。雨呢，最终还是没有下来啊。
当然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会下起一场暴雨来啊。好，那我呢就在春线路上啊，其实现在还是在梅龙镇地区，提前跟大家道个别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也谢谢大家转发和点赞。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，拜拜。